刚刚去拜访了客户，现在在回去的路上。现在差不多4点半，正好是越南的下班高峰期。我在的地方是平阳，这个斯可洛空压机，前2天刚跟他老板在一块吃饭。在越南的中国企业或者中国产品，或者中国人来做的公司啊，非常多。这是大洋发展有限公司。其实这条路老魏以前拍过，但是老魏拍的时候呢，没什么人，正好今天赶上下班的高峰期，来拍一下越南的见闻给大家的真实的越南的平阳的一些东西。正好赶上下班放学高峰期，小朋友刚刚放学，家长接了孩子。这是Honda摩托车的维修点，里面停满了摩托。马路两边到处都是这种小工厂、小的加工厂，非常多。给大家聊一个最近比较热的话题，那就是美国向越南加税46%。很多朋友会觉得，像越南这样加税以后啊，越南很多工厂出现倒闭潮或者迁移走。当然确实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有很多计划来越南的或者计划来越南考察的都取消了行程，甚至有一些产品呢，向美国出口的产品都已经暂停招人。甚至已经在缩减规模，但是我去看了最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工厂，我一个朋友是欧洲一家公司的代表来这边越南负责采购，那我这几天跟着他跑了好多工厂，其实原来的工厂出口美国的现在还都在不错的生产，当然规模会缩减一点，或者对未来表现出比较谨慎或者比较担忧，但是大多数呢，工厂还都是满负荷的在运转。那个现在出口欧洲倒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欧洲和越南是自由贸易区嘛，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税，所以很多欧洲的采购，它是把中国的订单砍一半，然后到海外再寻找新的供应商。我觉得这次加税可能对越南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力可能会更大。这次加税呢，很大程度上是跟中国有关系。那其实特朗普说是贸易顺差或者逆差的问题，想迫使产业回流美国。但我觉得最大的、最根本的东西呢，是对中国的一种围堵和打压，特别是对中国产业链的围堵和打压。那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越南做的绝一点，就是跟中国撇清关系，甚至向中国的商品加税，那可能会受到美国的谅解，但是同时呢，会让很多中国的投资商啊，或者说失去信心，甚至有很多人不来中国了。那什么样的情况都会发生？那这块只是一种假设啊。那我们继续今天的拍摄。这条路是742省道，这省道建的比较早了，是沿途有很多非常老的一些工厂、工业区。那我今天去拜访的工厂呢，也是在非常偏僻的地方，真正意义上的越南农村嘛，差不多。老魏最近做了几个小视频，就是关于美国加税这个话题的。那在自媒体频道呢，特别是 TikTok、抖音视频号上，那个流量还是可以的，获得了比较多的关注。但是有一点问题，那就是很多人在骂越南白眼狼在说越南这个没骨气啊、白眼狼啊什么什么，甚至连老魏都被骂了。这我是躺枪说这个我是不是越奸啊什么东西的说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听啊。当然我不会去理会这些闲言碎语，这些人呢实际上是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或者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接触过国际社会，甚至连个护照都没有。
我回去有一条近道啊。Hello， 越南的小学生放学了。Hello， 导航都能把我导到这种小路上来，觉得挺厉害的。啊，越南这边的气候啊、天气啊都非常舒服。现在是接近5点钟嘛，那个太阳也不烈了，也下山了，风吹得特别舒服，非常爽。最近一段时间，欧洲的采购呢是成绩斐然啊。他跟我说，我陪着他跑了这段时间，他说这个跑工厂的数量，他跟我说是在中国跑了3个月的数量。那这个区域我带大家转一下，这是越南人的生活区。当然，这里面它像这种广告啊、家具啊，这是越南人开的公司，小的广告公司，有些极少数是华人开的。但这是一个纯正的越南人的社区。这社区呢，相对来说还是有点繁华啊，相对繁华一点啊，因为毕竟它是处在这种。我们不能说城中村啊，这是处在这种高速发展下的平阳的小镇子。前面呢是富正市场，那我带大家逛一下这个市场。这里还有越南超市。像越南这种楼的消防做得特别好，外面都有楼梯。这是越南人生活的地方，看门口有很多，像这里是一个小的咖啡店，有这种温床。这一边是很原始的地方，一边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繁华的街区。当然现在我说繁华，可能国内会有一些朋友会笑，说老魏你有没有见过世面？这怎么叫繁华呢？我们看到的这是白天啊，晚上的时候这里灯火辉煌。路上人是非常多的。像晚上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来，也像这种也是咖啡店。它是早上的时候，越南人很喜欢早上喝咖啡。像这种小店呢，早上的时候是坐满的，可能大家不相信，早上人多得不得了，甚至都没有位置来坐。晚上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部分人来喝咖啡、喝饮料，当然喝咖啡的会少一点啊，喝饮料的会比较多一点。现在因为还没有完全下班，就是5点钟过了以后啊，5点半左右，这条街上到处都是满满的人，非常热闹。这种餐厅还没有上人啊，已经在有人准备了。咱们到富正市场转一下啊。现在是正好是放学的高峰期，那放学高峰期过了就是下班的高峰期。越南人全是摩托车啊，门口接孩子的，摩托车就特别多，汽车相对来说很少的。我们是随便转啊。现在往富正市场的方向去。其实刚刚给大家聊一下关税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实际上聊了很吃亏的，会被很多人骂，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啊，是不是没有开智啊，或者是活得太狭隘了，他完全没有站在一个就是说道理的那个空间，而只是选择站队，是吧？你站对了就那个。我们客观的来说，越南的事件呢也会被骂。这个，你要是站在你纯粹无立场的说话，他们也会说你软骨头啊或者什么。我觉得，虽然不在意，但是我也不愿意听啊。
前方就是富正市场啊，兄弟们。啊，这里，哇，味儿好重啊，烤鸭的味道，烤肉的味道。啊，这里就是非常热闹了，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繁华哈，只能说非常热闹啊。这里卖的有很多这个工厂出来的鞋帽，啊，越南人是比较喜欢戴帽子的，因为戴帽子，你看老魏也是经常戴个帽子，为什么要戴帽子呢？因为咱那个脑袋是光的，然后头盔啊又经常不洗，头盔里面内衬是不好洗的，所以戴个帽子，帽子可以经常洗。那个内衬是不太好洗的，所以老魏戴个帽子是为了方便洗起来比较方便。这个越南的标配就是菜场有金店。越南的物价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便宜的。这里的物价算是比较贵的。那这家超市呢是有很多中国的商品，是纯越南人做的。有很多中国的调料，这是一个小市场啊，小的农贸市场。越南的市场就是这样，其实跟国内的感觉也是蛮像的。这个市场非常长啊，就是其实越南的很多市场就是这种路边市场，它没有像或者极少有像中国那样的，就是摆得规规整整的在一个大市场里面，这种非常非常少。特别是农贸市场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农村的全是这种开放式的市场，它这个伞的作用很大，一边是遮阳，一边是遮雨。遮风避雨，又能遮阳。这个人身后用中文写了两个漆面面漆啊。这种鞋处理的5万一双，1万一双，3万5一双，非常便宜，3万5人民币才10块钱，1.5个美金差不多。这是卖小五金百货的。老魏是极少自己做饭的，因为经常有在外面能有免费的饭吃吗？很少，1个礼拜难得做1次。我自己买菜做饭的话，我就会跑到这里来。我自己买菜做饭，我就会跑到这里来。那我随随便便买一点青菜。然后想吃什么荤的，自己搞一点。但是我的体型，我都不敢吃太多，所以就算自己做菜也做得很不过瘾。这附近都是工业区啊，很多工人下班了第一件事就来这边买菜，所以这里现在已经是一个小高峰了。真正高峰的时候，根本堵得就走不动了。那我抓紧时间把这一段拍完了，咱结束。咱不给人家添堵。这是摩托后面拉一个2轮车。越南的那种机动的3轮车特别少，或者电动3轮，或者机动3轮特别少。交警可能不让上路，因为越南道路很多都非常窄。摩托车是越南非常重要的这个运输工具。这个超市在越南非常有名，这叫绿超市，在越南有2000多个网点。好，差不多这条路也到头了，就是市场结束了，到这里就基本上没有了。越南的平阳的这种农贸市场，我记得我还是第一次拍。那今天呢就拍到这么多吧，因为马上就真正的高峰来了，真正的高峰人太多了，太堵了。好，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拜拜。